东西才是真正的礼器。他要在墓葬的下葬的时候要摔进去，这个礼可以称之为落葬礼。所以落葬的它就是有个礼的行为，这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说的是礼器还是实用器的时候，并不是我谭这个在这说的，是我根据我的观察，我发现3年前的商朝人就这么定义礼器的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玉璧、大玉革、玉钺、玉器，这就是礼器。这个不是我定义的啊？是这张图我们发掘出来定义的。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小局部啊，就是这个部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个部分，因为这几个小管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那么也就是小管，这几个小管本身也是个礼器，也是礼器的一部分。哎，这样你搞清楚了这个好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基础以后，我们再来看商朝。再看商朝的实用器跟礼器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看实用器。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考古现场的话，我们现在要理解商朝的用玉是很难的。正因为我们有机会发掘商朝的墓葬，才能知道他们怎么样定义礼器跟实用器。好，再看啊，其实我在前面也讲过这个内容。那么实用器我们看啊，这个里头，首先我们看看一下这个人，又回到这件人。这件人我用的特别多，因为我在南科大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经常用这道题出考题，一般是5分或者10分。你们要不试试？这道题目是：你能不能从这件玉人身上列举出5个有关商朝人的知识点？随便写，5个就行。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说，毫无疑问，商朝这个坐姿是不是知识点？坐姿肯定是嘛，这个叫基坐，而且双手要放到这儿，标准姿势是吧？其实像那个甲骨文有的那个女子出来，像那个桑老师就是知道，这个右手要搭住左手要这样放，对吧？侧身要这样，推引是吧？这都是有讲究的，这算一个知识点。还有呢，商朝的人的衣服都是小袖子对吗？不是狂袍大袖，这算个知识点吗？还有商朝人有圆领衫，算个知识点吗？圆领衫，对不对？商朝人剪发，这个知识点，不是理发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就可以看出来，最少的这时候开始的嘛。还有一个知识点，他的头上有个洞。他为什么头上有个洞呢？是因为他要戴这个发簪，头上有发簪。所以你看这个，我今天讲这个，因为桑老师在这时候讲曹操啊，我替曹操平个反，我今天想给他平反。就说曹操喜欢别人媳妇是吧？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误解。因为古时候的女子是15岁出嫁，15岁跟小孩没长开，然后15岁出嫁以后嫁与了某个男子，嫁与了别人，经过3、5年的调教，那出落的最漂亮的时候，就变成小媳妇了。这个时候18、19岁、20岁，是不是最好看的时候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不喜欢别人媳妇不正常。这曹操是个好同志是吧？这就是实话嘛，就是咱们从这个就是考古上讲，就这个道理的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个发簪子呢是商代的时候男女都要戴的，那么这个呢就是戴发簪子。好了，这么一来的话，我们就回到商朝的玉器了。这是个玉的发簪子，看到没？玉的。那么这是个玉梳头的梳子。那么讲究的人用玉做发簪子，用玉梳头，那它是不是实用器呢？那当然是实用器嘛，对吧？还有一个，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因为考古人喜欢讲材料啊，
这是我们发掘的一个墓葬，这是我的前任发掘的。大家看啊，叫160号墓。160号墓，你看中间是个腰坑，腰坑里随着就底下个腰坑啊，一个人在他腿嘛，然后他胸前有这么多器物啊，这器物应该都是压住他的，因为这是臂，这是月，应该他是上面掉下来的。然后注意哈，他的腿部有2个人，头朝下，头是反的，墓主人的头朝上，是吧？这个头是朝上的。而这2个陪葬的人呢，一个就 B， 一个是 C。B 跟 C 的头都朝下，对不对 ？B 跟 C 的头部都有一个绿簪子，都有一个古簪子和那个簪子头上。可见的商朝的人他是把头上要插簪子的嘛。那么这个玉器作为一个就是